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鲜虾粉丝包最好吃的做法，肉质鲜嫩，口感独特，是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好吃。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吧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2把粉丝，先把绑粉丝的线给它剪断不要，再把它放入碗中。往里面倒入40度左右的温水，把它泡软。接下来，我们准备1斤鲜虾，先用剪刀把大虾的长须跟尖锐的地方给它剪掉，这样处理好之后才不会刮破锅，吃的时候也不会被刺到。再把大虾的头部剪掉。虾头剪掉之后，不过不要扔掉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我们的鲜虾剥虾仁非常的麻烦，因为直接剥的话，我们的虾肉与虾壳之间呢，它会有粘连，不好剥，所以我们的鲜虾要放进冰箱里冷冻30分钟左右。现在把虾拿出来，我们抓住虾身，平握在手上，然后一只手抓住虾尾往上推。大家看我们的虾仁就这样被剥了一半，再把另一半剥完。一下子就把整个虾仁包完，口感跟鲜虾没有什么区别，主要是更容易取虾仁。5分钟不要，一大盘虾就处理好了，然后再挑出虾线。虾线是虾肉中最脏的一个地方，一定要给它处理干净，这样虾肉的腥味就能够被去掉一大半。虾处理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，我们准备1把大蒜，把它切成片，再切成末。喜欢吃大蒜的朋友可以多切一点，那样蒜香味更加的浓郁。切好之后，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葱白和葱叶分开切，把葱白切成小粒。切好后和蒜一起放，把葱叶切成小段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块去皮的生姜，把它切成片，再切成丝，然后切成末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半个红辣椒，把它切成丝，再切成小粒。如果太喜欢吃辣的朋友，可以放小米辣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把芹菜，把它切小段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2个公鸡顺产的蛋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现在我们的粉丝已经泡软了，看看粉丝比较长，我们用剪刀把它剪短一点，这样在吃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。然后将粉丝控水捞出，放入碗中，然后我们加入半勺的老抽，把它搅拌均匀。先给它提前上一个色，等一下子炒的话也会炒得比较均匀，也给粉丝提个底味。搅拌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调个料汁，加入1小勺食用盐，再加1勺白糖，半勺胡椒粉，1勺蚝油，再来1勺生抽。
加入半勺淀粉，然后加入半碗清水。我们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，使调料充分的融合到一起。提前给它调个料汁，这样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。一定要多给它搅拌一会，将调料搅至融化。搅好以后，我们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把锅烧热后倒入食用油，然后倒入虾头，要把虾油给炒出来，这是一个关键步骤，会让我们做出来的鲜虾粉丝包充满虾的鲜味。但是很多人做虾的时候呢，都会把虾头直接扔掉，这样未免太可惜了。这虾头可是非常香的，并且很有营养，我们也可以用来熬汤，补钙效果很好。慢慢的把虾膏炒出来，像这样，虾膏炒出来之后，油就会转红了。炒出虾油后，把虾头先推到一旁，再把虾仁放入来，把它煎一煎。像这样，利用虾油的味道去煎虾仁，不需要放其他的调味料，就非常好吃喽。一面煎红了，再去翻面，大概煎到8、9分熟时，就可以先夹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然后虾头先留在锅子里，现在放入1勺豆瓣酱，再把葱姜蒜放入锅中，小火翻炒出香味来。炒出香味后，我们把开水加进去，加入开水，蛋白质才不会因热遇冷而凝固，这样熬出来的汤汁才会浓好喝哦。煮开后，我们就稍微拿铲子把虾头压一下，把它的中间的精华和虾膏都压出来，然后再给它煮个2、3分钟就可以了。现在把虾头先夹出来不要，然后倒入料汁，再放入粉丝，稍微的翻拌一下，让粉丝充分的吸收到这个高汤，用中小火慢慢的煮，不要用太大火，不然汤水蒸发的太快，煮的时候要搅拌，大约煮到锅底，剩下一点汤水就差不多了。另外准备一个砂锅，锅先加热，然后再放入1半的葱段和芹菜梗铺底，把刚刚炒好的粉丝倒进来，把刚才煎好的虾也放入来，把另一半葱段和芹菜也放入来，再把红椒粒也放进来，然后我们盖上盖子，沿锅盖，淋1圈高度米酒，然后煮1分钟。这一步就是让所有的食材都彻底融合。现在打开盖子，哇，老香了，就可以开吃了。这样做出来的粉丝甘香有味，咬一口劲道 Q 弹，而且吸足了料汁，吃起来非常的香，既可以当早餐，也可以做宵夜，还可以做主食，老人和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。虾头熬出来的鲜味，让整个虾仁粉丝包充满了虾的鲜甜味，越吃越顺口，保证您吃过以后都会念念不忘。主要这样做出来鲜香美味又好吃，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